那 Niche Zero 應該是這幾年很火的一台家用型磨豆機。那問題來了，現在都已經2026年了，那你們覺得它還值得買嗎？ Would you like coffee or tea? Americano or espresso? Hello， 歡迎回到 Coffee Cardo， 我是你們的牛油果。今天呢，牛油果想跟你們聊一下，那都已經2026年了，那 Niche Zero 還值得買嗎？那就用我的真實體驗告訴你們。那 Niche Zero 應該是這幾年很火的一台家用型磨豆機。那問題來了，現在都已經2026年了，那你們覺得它還值得買嗎？那現在市面上我們也出現了很多新的不一樣的單劑量磨豆機，甚至有更大的刀盤。我自己呢用了這台 Niche Zero 大概有4年了。今天就從我的真實體驗，把優點和缺點告訴你們。那視頻的第一個內容就是為什麼當年 Niche Zero 會那麼火呢？如果你是這幾年才開始玩咖啡，可能很難想象當年 Niche Zero 有多火。它最早是在 Kickstarter 上推出，當時很多人覺得它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，那就是家用單劑量磨豆。在那個時候，大部分磨豆機都需要料斗，就是上面的豆倉，你必須把咖啡豆倒進去整包磨。那 Niche Zero 的設計是單劑量研磨，它的操作流程非常順，而且同時耗損的豆子也非常低，所以很多家庭咖啡玩家第一個發現，原來做 Espresso 可以這麼簡單。再加上它使用的刀盤是 Mazer-Koni 的63mm 錐刀，在風味表現上也很穩定，甜感很足，因此呢，它一推出就獲得了很多咖啡愛好者的喜愛。那如果你也喜歡這一類咖啡分享的話，可以點個讚，並且關注我哦。我會繼續陸續分享一些咖啡內容給大家。那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聊咖啡啦。那第二，現在市場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？過去的這幾年，磨豆機市場其實變化非常大。現在越來越多品牌開始做單劑量研磨磨豆機，可以舉例來說，比如泰磨 DF 系列，還有 Niche Duo， 而且很多新磨豆機開始使用平刀刀盤、更大的刀盤，可調控轉速，所以很多人開始問一個問題 ：Niche Zero 會不會已經過時了呢？那麼第三點，那我來分享一下我這4年使用 Niche Zero 的真實體驗，剛好就把優點、缺點都告訴你們。首先，我們來說說優點。優點1就是單劑量設計，幾乎零殘粉。那基本上它是沒有豆倉，然後你就是放多少磨多少，幾乎零殘粉，偶爾出現大概0.3的殘粉吧，非常偶爾，大概10次裡面有個1到2次而已。對於家用和喜歡玩不同豆子的朋友就很適合，不用因為換豆子需要磨掉一些新豆子，這個非常重要，因為你也不希望在切換豆子的過程中浪費更多的豆子，對吧？那第二個優點是意式濃縮的表現非常的好，在 Espresso 上呢，我覺得 Niche Zero 就是依然很穩定，因為錐刀的特點，整體呈現圓滿，甜感明顯，容錯率也比較高，不容易難喝。比如一開始玩的玩家，剛開始抓研磨參數的時候，哪怕沒有特別的精準，也不太容易出現尖酸的口感。我覺得這對於一般家庭玩家來說呢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很快的建立信心，同時你也可以享受那個結果。那第3個優點是製作流程非常的舒服。如果只講平日在家製作一杯咖啡的話呢，我到現在依然覺得 Niche Zero 給我的整個操作流程都非常簡單，你只需要稱豆倒進去，然後磨完就搞定了，沒有複雜的按鍵。調整研磨呢也非常簡單，可以快速的在不同沖煮方式切換它的研磨，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蠻重要的。那第4點就是體積小，而且容易清潔。那 Niche Zero 的體積呢，適合放在任何地方，對於家裡空間有限的朋友呢，非常友好，同時容易拆卸進行清潔，拆開後不需要重新校準，結構簡單，對齊幾乎不會錯。那這些就是4年來我自己對 Niche Zero 總結的優點。那接下來我們就聊聊缺點咯。那缺點1就是風味上的乾淨度不高。那這個呢，是我跟朋友在嘗試用 Niche Zero 來研磨手沖的時候呢，常常會
嘗試到的一個問題。它呢，基本上味道好像都會融合在一起，就不會像品道那樣子給人感覺非常的乾淨明了，然後味道是分開來的。所以就說這也是 Niche Zero 本身追刀刀盤的一個小問題。但是如果它是在研磨 Espresso 上呢，我還是覺得這種融合在一起的風味呈現呢是非常不錯的，所以真的很看個人的口味。那缺點2就是單劑量磨豆等於麻煩。沒有錯，就是要看你在什麼場合使用，跟有多少人使用。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重複這個單劑量研磨的這個過程，就稱豆、倒豆、磨豆、稱豆、倒豆、磨豆。那這個整個步驟呢，有些人會覺得繁瑣，但對我來說還好。那就是要看你個人了。比如說家庭成員比較多，或者是你要拿去咖啡店使用的話呢，它就會有點來不及供應你要的需求量，所以變成說這個很看就是你在哪裡使用，有多少人使用它，因此這個問題也是要考慮在內的。那第3個缺點就是它的價格不再是它的優勢了。那特別是這幾年咖啡市場上的競爭也越來越大，比如說新崛起的一些磨豆機啊，那因此呢，它的價格已經不再是它的優勢了。那我們來總結，如果你問我2026年 Niche Zero 還值不值得買呢？那我的答案是還是值得，但是要看你是誰。如果你是在家使用，喜歡喝意式或者奶咖的朋友呢，同時你喜歡簡單的操作流程，那我覺得你就很適合選它。但如果你是追求極致風味分離、喜歡手沖的朋友，那我建議就直接繞開，不要選它。Niche Zero 呢，可能已經不是一台最先進的磨豆機，但是呢，它還是一台非常穩定且好用的設計。有些設備不是因為參數最強才經典，而是它整個使用體驗下來很舒服，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。所以 Niche Zero 呢，直到今天還是一台很值得讓人考慮的家用型磨豆機。那我好奇，看視頻的你們有人還在使用 Niche 嗎？那你們的感覺是什麼樣的呢？或者你之前是用它，現在換成了什麼磨豆機呢？歡迎在評論區下面告訴我，跟我說說你們的使用感想。那如果你也喜歡這一類日常咖啡分享的話呢，歡迎繼續關注我的頻道哦，我會陸續分享一些有用的咖啡知識內容給大家。那希望我們下個視頻見啦，拜拜。